隔壁邻居蹭我家 WiFi3年，我念着邻里情分一直忍让没有追求，谁知昨天他突然发短信骂我：穷鬼，有什么垃圾宽带，耽误我儿子考清华，你赔得起吗？我盯着短信，指尖泛白，砰砰砰，剧烈的踹门声突然炸响。你安的什么破网？赶紧去升级成千兆的，耽误了我儿子的前程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张婶的大嗓门穿过门板，尖酸又蛮横。我看着被踹得哐哐响的门，没跟他争辩，默默回屋，把 WiFi 名改成了谁连谁全家绝育，然后拔了路由器电源，瞥见他家窗外那如同蜘蛛网般四搭乱接的电线，冷笑一声，反手拨通供电局举报电话。哼，他不想让我好过，那今年就让他们一家在看守所里过团圆年吧。谁举报的？哪个天杀的王八蛋举报老娘？张婶的破锣嗓门在楼道里回荡，我透过猫眼看着2名穿制服的供电局工作人员严肃地拆除他家窗外那团杂乱的电线。女士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你这种撕拉电线的行为不仅是盗窃国家财产，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。张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撒泼。我没有，我冤枉啊！我一个寡妇拉扯儿子不容易啊，电费那么贵，我就是想省一点钱。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俩！他一边哭嚎，一边用眼睛狠狠地剜向我的防盗门。工作人员显然见多了这种场面，不为所动。我们会根据规定对你进行罚款，并暂时中断你家的供电，等补缴了电费和罚款，提交了安全整改报告才能恢复。罚款断电这2个词像炸弹一样把张婶彻底点燃了。她爬起来猛捶我家门。姓沈的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知道是你干的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家子腾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断我家的电，断我家的网，你是要毁了他一辈子啊！你安的什么心？你就是嫉妒我儿子有出息，能考清华。防盗门被他捶得砰砰作响，我没出声，静静地看着他表演。这时他那个宝贝儿子肚子疼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他穿着一身名牌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，但他瞥向我家门时，眼神里闪过轻蔑。他一开口就暴露了骨子里的傲慢。妈，跟这种社会底层计较什么？自己混得不好就看不得别人好。哼，等我考上清华，咱们立马从这破地方搬走，再也不跟垃圾当邻居。张婶立刻附和：对，我儿子说的对，听见没？垃圾，我儿子是人中龙凤，你就是地上的烂泥。周围的邻居渐渐围了上来，大多同情张婶，都觉得我做事太绝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会闹的泼妇有人帮。我默默拿出手机，打开了录音功能，然后我给物业经理打了个电话。喂，周经理吗？我是1402的业主，我邻居1401的张女士正在疯狂砸我的门，对我进行人身威胁和辱骂，对，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，请你们过来处理一下。挂掉电话，我靠在门上听着外面的咒骂。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。物业经理老周很快赶来，一上来就和稀泥。哎呀，张大姐，小沈，这都邻里邻居的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张婶一见老周，眼泪又下来了。周经理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个姓沈的，他看我儿子学习好，他嫉妒，他不仅断了我家的网，还举报我偷电。现在供电局把我家电都停了，我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老周面露难色。小沈啊，你开开门，大家把话说开嘛。张大姐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你就多担待一点。我隔着门冷冷地回了一句：他踹我的门，辱骂我，还威胁我，怎么不说？周经理，我的诉求很简单，让他停止对我的骚扰，并且赔礼道歉。道歉？我呸！张婶尖叫起来。你毁我儿子的前程，我没找你拼命就不错了，还想让我道歉？杜子腾也在一旁帮腔。就是你一个穷打工的，凭什么让我们道歉？老周劝了半天无果，只能无奈离开。他一走，张婶在门口骂骂咧咧了一阵，就回屋了。世界终于清静了，但我知道事情没完。果然当晚，我的门口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。我打开门一看，一袋散发着恶臭的厨余垃圾正堆在我的地垫上，汤汤水水流了一地，黏糊糊的，恶心至极。不用想，肯定是张婶干的。我面无表情的拍照取证，将门口清理干净。之后3天，他好像跟我耗上了，每天雷打不动的在我门口扔垃圾，我每天也雷打不动的拍照清理。我没有去跟他对峙，也没有去找物业，我知道没有证据，他绝对不会承认，反而会倒打一耙。我网购了一个带夜视功能的针孔摄像头，装在了门框隐蔽之处。第5天凌晨1点，张婶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了画面里。她拎着一个黑色垃圾袋，熟练的放在我的门口，还嫌不够，又掏出马克笔在我的门上画了只大乌龟。画完，她得意的拍手离开。我把这段视频清清楚楚的保存了下来。
静待一个反击的时机。几天后，小区业主群里发起了为高考学子加油的爱心活动。张婶立刻在群里活跃起来，发了一大段声泪俱下的文字。先是把他平时挂在嘴边的话又说了一遍，什么自己拉扯孩子不容易，孩子有多么争气，每天学习到凌晨2点，目标就是清华大学，是咱们小区的骄傲。然后话锋一转，开始哭诉自己最近的遭遇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我们家最近遇上了一个心肠歹毒的邻居，不仅断了我们家的网，还恶意举报，害得我们家断电。孩子每天只能点着蜡烛学习到深夜，眼睛都快看瞎了。我只是一个无助的母亲，求恶人高抬贵手，不要再为难我们了。他还配了张杜子腾在蜡烛下刻苦学习的照片，照片拍得很有水平，昏黄的烛光，少年紧锁的眉头，桌角堆积如山的书本，成功骗过了不少人。群里瞬间炸了，不明真相的邻居们纷纷指责我不近人情。张婶看着群里的舆论一边倒，得意的又发了一条语音：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好心的邻居，我替子腾谢谢大家了。我看着手机屏幕笑了，我没在群里做任何辩解，而是直接把那段张婶半夜在我门口扔垃圾、画乌龟的视频发到群里。视频不长，但每一帧都清晰无比。上一秒还在为张婶鸣不平的业主群瞬间死寂，几十秒后，群里彻底炸开了锅。哇，这是张婶大半夜不睡觉跑去人家门口干这个，这反转也太快了吧！我的天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刚刚还觉得他可怜呢，在人家门口扔垃圾，还在门上乱画，这也太缺德了。亏我刚刚还帮他说话，脸好疼。刚刚还义愤填膺的邻居们，风向立刻变了，大家的指责对象从我变成了张婶。张婶显然也看到了视频，她慌了，她疯狂的在群里发语音，声音都变了调。不是我，这是伪造的，是信使的陷害我，大家不要相信他，他就是个小人。我紧接着又发了供电局来的那天，他和杜子腾辱骂我的录音，社会底层、垃圾、烂泥，那些不堪入耳的词清清楚楚的在群里回响，以及杜子腾那句狂言更是引爆群聊。我的妈呀，这真是那个未来清华生说的话。这素质考上清华，别给清华丢人了吧。太可怕了，平时看他斯斯文文的，没想到是这种人。张婶这教育方式真是绝了。舆论彻底反转，之前有多同情张婶，现在就有多鄙夷她。张婶被怼得哑口无言，最后还是物业周经理出面压下了话题。我以为经过这次她至少能消停几天，我错了，我低估了她的无耻。第二天我如平常开门上班，却被张婶、杜子腾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壮汉堵在门口。张婶双眼通红，像一头要吃人的母狼。姓沈的，你毁我名声，今天这事没完。杜子腾站在他身后，眼神怨毒。一个壮汉上前一步，指着我的鼻子：小子，我告诉你，赶紧给我姐和外甥道歉，再赔偿10万块钱精神损失费，不然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门。我看着眼前这出闹剧，心跳反而平稳下来。我没有跟他们废话，默默地关上了门反锁，然后我拨打了110。喂，巡捕同志，我要报警，有人在我的家门口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，并且对我进行敲诈勒索，地址是……张婶在门外叫嚣：报警！你知道我表哥是谁吗？我可是有后台的，我看谁敢管！哼，今天你不拿出10万块钱，你就等着挨揍吧！门外，张婶的叫骂声越来越难听。有本事你出来啊！你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了？我今天就在这耗死你！杜子腾也在一旁添油加醋：妈，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把门踹开！哼，等我舅舅来了，看他怎么死！我拿出手机，把刚刚的对话录音保存好，然后我打开了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，开始处理邮件。既然出不了门，那就居家办公，反正着急的不是我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楼道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巡捕来了。张婶一看来人，立刻换上了一副委屈的嘴脸：巡捕同志，你们可来了，你们要为我们做主啊！里面那个人在网上造谣诽谤我们母子，害得我们没法做人，我们就是来找他理论理论。他倒好，直接报警了。带头的巡捕是个中年人，国字脸很严肃。他看了一眼堵在门口的几个壮汉，皱起了眉头。理论，找这么多人来理论。张婶带来的一个壮汉不服气了：巡捕同志，我们就是来调解家庭矛盾的。张婶连忙点头，巡捕显然不信。把门打开，让业主出来。我听到巡捕的声音，这才打开了门。我看着门外的一群人，平静地说道：巡捕同志，他们堵我的门，不让我出门上班，还开口跟我要10万块钱赔偿。张婶立刻反驳：你血口喷人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要钱了？对，我们就是来理论的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举起我的手机，按下了播放键。赶紧给我姐和外甥道歉，再赔偿10万块钱精神损失费。今天你不拿出10万块钱，你就等着挨揍吧。
清晰的录音在楼道里响起，张婶和那几个壮汉的脸瞬间变得五颜六色，带头巡捕的脸色沉了下来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全部带走！张婶慌了，她大叫起来：“我表哥是张文，你们不能抓我！”巡捕冷笑一声：“哼，你说张文啊，他刚被调去扫厕所了，你找他有事？”张婶彻底傻眼了，她被2个巡捕架着，还在不停的挣扎，肚子疼吓得想跑，被巡捕一把按住。巡捕叔叔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我妈让我来的，都是你，都怪你这个混蛋！肚子疼，身体像蛆一样扭动，脸孔因愤怒而扭曲，唾沫星子随着嘶吼喷溅出来。我的清华梦全被你毁了！我诅咒你，我诅咒你全家都不得好死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被巡捕带走的时候，他那怨毒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。看着这出闹剧，我心里没有半点波澜。最终因为敲诈勒索未遂，加上寻衅滋事，张婶和那几个壮汉被拘留了15天。肚子疼因为是未成年人，又是高3学生，被批评教育后由学校领了回去，世界终于清静了。但半个月后，张婶从拘留所里出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我的公司。我找你们公司的员工沈萧然，他道德败坏，人品恶劣，把我儿子逼得差点跳楼。你们公司怎么能用这种员工？你们必须把他开除！他在大厅里又哭又闹，引来了很多人围观。前台的同事给我打了电话，语气很为难。沈萧然，你那个邻居又来了，在楼下闹呢。你看，要不你下来处理一下。我坐在工位上，冷静地回复：我下去也没用，只会让他更来劲。你跟他说，公司不会因为他几句话就开除员工，再骚扰就报警。保安把张婶请了出去，但他并没有罢休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天都来公司楼下报道，有时候拉着横幅，有时候拿着个大喇叭造谣，流言蜚语开始在公司内部蔓延。公司的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变得怪怪的。上次王总也找我谈了话。沈萧然，我知道这件事你很委屈，但是现在影响已经造成了，对公司对你个人都不好。你看，要不你先休个假，避避风头。我明白王总的意思，这是暗示我主动辞职。我看着王总，平静地说：王总，我不会辞职的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。如果公司因为一个无赖的骚扰就要牺牲一个勤勤恳恳的员工，那这个公司也不值得我留恋。王总的脸色变了变，没再说话。我回到工位，打开电脑，给公司法务部发了一封邮件。邮件里我附上了之前所有的证据，包括张婶砸门、扔垃圾的视频、敲诈勒索的录音，以及他在我公司楼下拉横幅、用大喇叭骚扰的照片和视频。邮件的最后我写道：尊敬的法务部同事，我的邻居张某在对我进行长期的骚扰、诽谤、敲诈勒索未遂后，近期将行为升级，持续对我司机我个人名誉造成严重损害。我恳请公司启动法律程序，以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对张某提起诉讼，维护公司和员工的合法权益。我不是一个人，我的背后是公司的法务部，是整个公司的尊严。张婶想用舆论压垮我，那我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法务部的效率很高。第二天，一封措辞严厉的律师函就送到了张婶的手里。律师函明确指出，他的行为已经严重构成了诽谤和寻衅滋事，侵犯了我和公司的名誉权，要求他立刻停止一切骚扰行为，并在3日内在小区和我公司楼下公开赔礼道歉，否则公司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张婶彻底怕了，再也没来闹过，世界又一次清静了。而另一边，肚子疼的高考成绩也出来了，不出所料，他落榜了。别说清华，连个普通本科线都没上。这个结果击垮了张婶，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我身上。他不敢再来找我，就开始到处散播我的谣言。他说我心肠歹毒，用卑劣的手段毁了他儿子的前程。他说我动用公司的关系打压他们孤儿寡母。我懒得理会，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。凭借出色的业绩，我很快得到了晋升，成了部门的副总监，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。然而我还是低估了张婶的恶毒。那天我正在开会，突然接到了我妈的电话，语气非常焦急。儿子，你是不是在城里得罪什么人了？今天村里来了个女的，到处说你的坏话，说你不孝顺，在外面乱搞，还把人家孩子给逼疯了。现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，你爸气的血压都高了。我心里一沉，张婶她竟然找到了我的老家。我立刻跟公司请了假，连夜开车往老家赶。农村的舆论场比城市更可怕，人言可畏。张婶这是要从根上彻底搞臭我。我握着方向盘的手青筋暴起。哼，张婶，你真的惹到我了。这一次我不会再有任何留情。我赶到村里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家的院子门口围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。我爸脸色铁青地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。我妈在一旁抹着眼泪。我穿过人群，走到我爸面前。爸，我回来了。我爸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把烟头狠狠地摁在地上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看看你干的这些事，现在全村人都在看我们家的笑话。一个平时跟我们家不对付的远房亲戚阴阳怪气地开口：哎呦，大学生回来了，在城里混得不错嘛，
都学会欺负孤儿寡母了，真是给我们老沈家增光啊！周围传来一阵哄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看向众人。各位叔叔伯伯、婶子大娘，我知道大家今天听了一些关于我的闲话。那个来村里闹事的女人是我的邻居，她说的那些话全都是捏造的。事实是，她长期骚扰我，敲诈我，最后被我送进了拘留所，所以才怀恨在心，跑来报复。我说着，拿出了手机，准备播放那些证据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：“他说的是真的。”众人回头，看到一个穿着西装、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走了过来。男人身后还跟着2个保镖模样的人。村民们都愣住了。男人走到我面前，对我微微点头，然后转向众人：“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沈萧然先生公司的法律顾问，我姓刘。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处理张某对沈先生及其家人的恶意诽谤事件。”刘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文件，这是张某之前骚扰、敲诈沈先生的全部证据，包括视频、录音和警方的处理记录。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，构成了诽谤罪。刘律师顿了顿，眼神变得锐利。而今天他跑到这里，公然散播谣言，对沈先生及其家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和名誉损失。我们已经向警方报案，警方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同时，我们也会对今天在场的参与散播谣言、对我方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的个人，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刘律师的话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村民们瞬间紧声，一个个都白了脸，悄悄地往后退。那个阴阳怪气的远房亲戚更是吓得缩起了脖子，不再出声。我爸妈也惊呆了。就在这时，人群外传来张婶的尖叫：“你们别信他，他们是一伙的，他们官商勾结，欺负我们老百姓！”张婶被人从人群里冲出来，头发散乱，状若疯癫。“沈萧然，你这个畜生，你不得好死！”他张牙舞爪的就要扑过来，刘律师身后的2个保镖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的架住了他。张婶疯狂挣扎，嘴里还在不停的咒骂。远处警笛声由远及近，车直接开到了院子门口。下来的巡捕正是上次处理张婶敲诈案的那个国字脸中年巡捕。他看到张婶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“张大婶，又是你！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！”张婶看到巡捕，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闹得更凶了。“巡捕同志，你们要为我做主啊！沈萧然他仗势欺人，他找人打我，他还要告我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我能把他怎么样啊？”巡捕根本不理会他的哭闹，直接对身边的同事说：“把人带走，涉嫌多次寻衅滋事、恶意诽谤，这次性质严重，直接刑拘。”张婶一听“刑拘”2个字，彻底慌了。“不，我不要坐牢！沈萧然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，你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他开始向我求饶，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从他踹我门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没有了和解的可能。有些错犯了，就是要付出代价。张婶被巡捕强行带上了车，院子里村民们大气都不敢出。刘律师走到我面前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沈先生，放心，这次我们会让他把牢底坐穿。对于那些散播谣言的村民，我们也已经取证，后续是公开道歉还是赔偿，看你的意思。”我摇了摇头：“算了，刘律师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没必要做得太绝。让他们知道怕就够了，没必要赶尽杀绝。毕竟父母还要在这里生活。今天这件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了。敲山震虎，目的已经达到。我不想让我的父母以后在村里难做人。”刘律师点了点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他转向村民，朗声说道：“各位，今天的事情，沈先生大人有大量，不予追究。但希望大家以后都能谨言慎行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农村更不是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”说完，刘律师带着他的人也上车离开了。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人和一地鸡毛。我爸走到我身边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儿子，爸错怪你了。”我摇摇头：“爸，不怪你，你也是担心我。”我妈走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眼圈红红的：“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怎么不跟家里说？”怕你们担心。一家人在经历了这场风波后，反而更加紧密地站在一起。当晚我留在了家里，躺在自己小时候的床上，闻着被子上阳光的味道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。第二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，是杜子腾打来的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颓废，也很沙哑。“沈萧然，我妈她真的被抓了。”“是。”我淡淡的回答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我听到了他的哭声：“我该怎么办？我没有家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”我静静的听着，没有一丝同情。“哼，你还有手有脚，可以自己去挣，路是你自己选的。”说完，我挂掉了电话。张婶最终因为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 6个月。这个结果大快人心，他为自己的愚蠢和恶毒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而杜子腾在失去了母亲这个唯一的依靠后，彻底成了一个孤儿。听说他没有去复读，而是辍学南下，去工厂打工了。他那个遥不可及的清华梦，终究变成了一个笑话。
这件事在小区和我的老家都成了一个警示，大家明白了，在这个时代，撒泼耍赖是没用的，法律才是最硬的拳头。我的生活也彻底恢复了平静，因为这次事件的出色处理，我在公司的声望更高了。王总亲自找我道歉，并给了我更多的权限和资源。我和父母的关系也因为这次共度难关变得更加亲密。我用这几年攒下的钱，加上升职后的奖金，在老家给父母盖了一栋2层小楼，白墙带瓦，门前有个小院子，种满了花草。父母搬进新家的那天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爸拍着我的肩膀，感慨地说：“儿子，你真的长大了，是家里的顶梁柱了。”我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，觉得之前受的一切委屈都值了。周末的时候，我常常会开车回老家，陪我爸下棋，听我妈唠唠家常，或者什么都不干，就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晒晒太阳，发发呆。那种内心的安宁和富足，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。有一次，我和我爸在院子里喝茶，他突然问我：“儿子，你恨那个张婶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不恨了，我现在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，照顾好你们。我爸欣慰地点了点头，这就对了，心里装着仇恨是走不远的，把那些烂人烂事都放下，才能看到更远的风景。我看着远处的青山绿水，心里一片豁然。是的，放下，不是原谅，而是不值得。我的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人要去爱，还有更美好的事要去追求。至于张婶和杜子腾，他们只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块绊脚石，我跨过去了，而他们则永远地留在了那个自己挖的坑里，这就是他们最好的结局。1年半后，一个下着冷雨的深夜，我开车经过一片破败的城中村，车灯扫过一个昏暗的巷口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垃圾桶里翻找着什么。是张婶，她变得又老又憔悴，头发花白，为了一个塑料瓶，正跟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撕扯，嘴里发出尖利的咒骂。我降下车窗，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嚣张气焰全无，只剩下为生存而挣扎的丑陋。就在这时，巷子深处传来一阵拳打脚踢的声音和哭嚎，几个男人正围着一个蜷缩在地上的年轻人，逼他还赌债。那年轻人抬起满是泥水的脸，是杜子腾，他皮肤黝黑，眼神麻木，早已没了当初那副人中龙凤的傲慢，彻底沦为了被踩在脚底的烂泥。张婶听见动静，也顾不上抢瓶子了，她冲了过去。我以为她会护着儿子，没想到她指着杜子腾的鼻子尖叫起来：“杜子腾，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！我为了你坐牢，你就这么回报我？”杜子腾从地上爬起来，看到他妈疯婆子的模样，怨毒地吼了回去：“还不是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招惹人家，我会变成这样吗？该死的是你！”母子俩在冷雨里像2条疯狗一样互相撕咬，彻底撕碎了最后的亲情。看着后视镜里他们扭打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我心中再无波澜。我升上车窗，隔绝了那不堪入耳的咒骂，一脚油门驶离了这片肮脏。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也给所有人上了一堂课，那就是人永远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善良应该带点锋芒，忍让要有自己的底线。当你强大到能用规则去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时候，那些魑魅魍魉自然会退散。又是一个周末，我回到老家，阳光正好，院子里的月季开得正艳。我妈在厨房里忙活着做我最爱吃的红烧肉，香气飘满了整个院子。我爸泡好了茶，在摇椅上对我招手：“儿子，快来尝尝今年的新茶。”我走过去，在他身边坐下，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茶香清冽，沁人心脾。我看着父母安详的笑脸，看着这个被我亲手守护的家，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